徐氏就要举最近的例子了。徐氏在10年前，民国100年买了一个房子，在新店的山上，好，7天4季，成盘建设。好，当初是要买给我全家，爸爸妈妈，还有我跟太太一起住。好，偶尔姐姐们可以上来度个假，好，或太太的娘家也可以上来度个假。好，结果越盖越慢，越盖越慢，盖到民国108年8月还不能交屋。过100年买的哦，到108年哦，后来建商转手。好，我在108年8月就跟他说要，那不行了，我要跟你退房子了，你严重违约。好，结果对方不但不违约，好，连本金都不还我，就是我缴的本金将近新台币4000万，不还我。好，不还我。好，那我怎么办？我当然只能采取法律啦，没错嘛。我跟你要解约，你不跟我退，钱也不还我，我当然就告上法院啦。好，结果缠讼2年，好，对方一直往上告，到最高法院1审法院1个法官，2审法院3个法官，高等法院5个法官，9个法官判下来，许师3审定验胜诉，结果公司掏空转手，房子盖好了卖给别人，从成盘建设变成中华建设。好，刚才同学举的那个人的牌子，就是成盘建设的前董事长，就是他跟我在律师楼谈判的，2年后把公司掏空。各位，好，今天徐氏不是在跟各位告我个人的状，因为在施行法很简单，众生就是一体的。今天会发生在徐氏身上，就会发生在大家身上。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发现好多同学都有共同的感受。各位，就是平常平凡善良的老百姓遇到这种事情怎么样？无力感呐，无力感呐！各位，对方是大财团呐，好，成盘建设，好，后来变中华建设，好，背后几个大财团，他不是没有钱哦，他不是没有钱，很有钱哦，他却这样子对付一个小老百姓，而且我是这个建案的最后一户，其他可能都比我聪明，都退光了，因为我最会等嘛。我太太也很会等啊，我们都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钱没有。各位，因为我是最后一户，结果中华民国法院判我3审定验胜诉，我房子没了，钱也没了。好，然后那个 sales 告诉我，幕后有4个大股东，第一个大股东就是台塑的王文尧。第二个大股东就是鹏源的詹胜华，第3个大股东就是元利的于台生，第4个大股东就是刘日灿。各位，然后最过分的是帮陈盘打官司的律师，打完之后，他竟然变成中华建设的董事。中华建设就是接陈盘董事，好，然后台塑王文尧的大掌柜唐炳南，本来是陈盘建设的董事，现在变成中华建设的董事长，因为他就是王文尧的大掌柜。各位，徐氏怎么知道这些讯息？因为我们晒粉满天下，晒粉满天下，对。我们很多赛氏家族是善良的，隐藏在民间的，好多人提供我帮助啊，好多人提供我帮助。好，我跟各位讲，说老实话，我也跟太太在聊天。好，4000万而已，徐氏没有这笔钱，我一样可以吃饭，是我太太比较肉痛。我在乎的是公平正义。所以很多同学写给蔡英文总统，来，各位你们有机会还是要多帮我反映一下，台湾这块善良的土地上，台湾这块善良的人民，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政府他如何当得了政府呢？大家说对不对？好，我等一下再讲很重要哦，等一下讲到 COVID-19 哦，COVID-19 就是无力感导致的。
今天同学 po 文给我，如果今天我们把无奈跟无力感压下去，我们容许我们的心一直累下去，心累下去之后，身体也会累，身体累下去，免疫系统就会下降，免疫系统下降，台湾就会爆发严重的 COVID-19。各位懂了没有？所以现在徐师为什么要发出怒吼？来，我先讲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11月要正式申请上街头。徐师不是为我个人，是我要带基金会出来，我要带所有曾经在生命当中被迫害过的，曾经是受害者的。我们的信念是拒绝当受害者，我们的信念是我要拿回自己的力量，我们的信念是我要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我吞下去，我的心会累，我的身体会累，我的免疫系统会下降，打100针的莫德纳也没有用啦。我听懂了吗？就好像你心累了，你吃维他命，你很累很累，可是你一样睡不着，你又兴奋又累又睡不着，懂了没有？对，所以后来同学又贴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赛事书给我看，我觉得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通常大型传染病就是来自一个集体抗议的无力感跟被压制之后的绝望感跟失望感，因为绝望感才是病毒滋生的温床。我都没有希望了，我都看不到未来了，这种人就是病毒要侵犯的对象啦。对，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打心灵疫苗吗？现在我们要化冥想为行动了，我终于发现它的关联性了。来，基金会的同仁们有没有发现？因为如果你不发出你的怒吼，你不展现你的意见，各位，你就被所有的有权有势的人把你吞掉。对方以为三审定谳，他掏空了就没事了。各位，他用这个方法对付过多少人？那天我才很生气，我说就是你们啦，你们每次被人家对付都成功啦，所以现在变成我啦。你们要是第一次就没有让这些人得逞，所以后面就不会有受害者啦。所以我这一次我不会让他得逞，各位了解吗？我不会让他得逞的。其实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当然我个人也挺重要的了哈。我们所有的人要站出来，11月要站出来。对，好，这个再回到我们刚讲的新的疲倦。好，我不想让我自己掉入新的疲倦，各位懂了吗？我不要，因为赛斯心法告诉我们，赛斯心法就是永远有办法。我不要让自己落入什么绝望啊，没用啦，有钱人有钱有势啦，台塑王文尧，你许天生，你凭什么？你就是个蝼蚁，你知道吗？你就是个小虾米，你凭什么跟人家斗？对方有大律师啦，对方有大财团啦，对方一定官商勾结什么之类的啦，人家说的我没有说哈，各位，我凭什么？因为我们来自心灵，我们相信力量在每个人身上啊。我们相信心灵来自内在啊，来自心灵啊，力量来自心灵。可是我们社会大部分相信的是什么？来，我先问各位一个信念：你们是不是都相信有权、有钱、有势的人比较有力量？来，是不是？是。大声说，是不是？是。我告诉各位，今天就让我们打破这个信念，要不要？要不要？要。各位，你才不会掉入新的疲倦。因为你这辈子会遇到很多有钱有势有权的人，有钱有势有权的人，你会遇到。如果你的信念是他们是比我们有力量的，你就会掉入新的疲倦，新的疲倦就会掉入深的疲倦，深的疲倦之后就会免疫系统全部崩溃，最后你会得癌症。多少癌症病人告诉我，在得癌症之前他已经忧郁好多年，不快乐好多年，无力感好多年，绝望感好多年，他只是假装很好，他只是假装没事，假装快乐。各位懂了没有？这是等一下学习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好，所以这次我不想屈服。我知道我咽下去之后，我会生病，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找我太太麻烦。我说打电话去骂那个姓范的，他在那边装无辜。他再把责任推给那个对方的律师黄泰丰律师，说就是因为对方律师说你贪心，跟人家要很多，人家才不给你。我说我贪心，我告诉对方你严重违约，根据
法律合约，你最少要赔我2500万，另外赔偿本金要还我，到4000万之间。法律上你最少赔我2500万到4000万之间。林北许天胜不是贪心，不是狮子大开口的人。各位，你跟人家谈判，如果笃定法律你可以得到2500万，你会跟对方开口多少？一定更高嘛。我来讲，今天法律上我问得很清楚，我问过3个律师，3个哈，3个很清楚，最少你们一定上法院，你们至少赔2500。我说我不要，我给你拿2100就好了。延时利息我不拿，你说延1年，你们自己白纸黑字说1000万，再加上违约金15%，1500万，我不要2100就好了。今天你跟我解约，本金还我2100，结束。各位，他甩门离开。就后来法院判多少？将近3000。我要带你透的，比法律判我还较少啦。来，学士有没有贪心？有没有？没有。贪心是这些恶心的奸商啦。我今天敢在这边用人格跟各位保证，我清清白白，我要跟你要的钱比法院判给我的还要少。今天要走法院，当然大家要求越多越好啊。我一开始我就跟对方中华建设的财务经理吴秀珍讲，徐师不是贪心的人，好，我一定是走正道。我跟你要2100不过分，法院最少判我2500，就现在判出来加一加，将近3000。来给徐师鼓掌一下。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的人格啦，我的人格啦。各位，可是今天中华民国法律9个法官判出来3审定谳，你们可以用巧妙的技巧脱罪。各位，来，我讲句实话，这种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来，我不管是身心灵了，全都累了，来，对不对？是啊，各位，而建商现在7天4季改名一品居，还在华城山上卖，你有什么脸卖这个建筑？背后的大老板觉得事情事不关己啊，你们这些蝼蚁在那边跳啊，你们这些有什么用？各位，对不起，徐师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办一个快闪。好，他们本来跟我说12点10分出发，但是我为各位考虑。好，等一下我们11点半结束就出发。好，走路走到好我们的定点，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好，基本上我不是在利用你们，你们想参加就参加，不参加就不要参加。我希望如果你们参加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你们自己，不是为了许医师。因为不论你们去不去，我都会去，我会走第一个，明白了吗？这是许医师的精神，就像我们11月要上街头一样，我们会合法申请，许医师会走第一个。好，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走在我后面，这件事情没有人走在我前面，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走在我前面啦。啊，但是这是一个意愿，不是一个做法，这是一个意愿，对。好，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心灵不是好欺负的。身心灵虽然它是 love and peace， 我一定要比一下这个，但是当一群最善良的人、最有同理心的人、最温和的人对这个社会发出怒吼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怒吼了。大家说对不对？是啊，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学员跟赛斯家属都是最善良的人，平常都是最胆小、最不跟人家冲突的人，对不对？最没用的，是不是？是。各位，对不起，不可以了，很抱歉，不可以了。好，所以这是最近学士对恐慌症有一个更深的体悟。你为什么会恐慌？因为你想勇敢，你才会恐慌啊。为什么你会害怕？因为你想走出去，你想要勇敢，你才会害怕。你不想勇敢，你怎么会害怕？所以当你害怕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勇敢的自己，不要忘记了啊。你为什么会恐慌？因为你想因为你想勇敢，你才会恐慌啊。你想勇敢，你才会恐慌啊。所以很多恐慌的人，要么就是可能要失去父母亲，不然就是买了一个很贵的房子付不出去，要么就是事业做得很大，要么就是要接狮子会的会长。
好，要么就是要做什么很大的事业，突然恐慌了，为什么？因为他想勇敢，他又害怕自己撑不起来，各位了解吗？因为他想勇敢。对，好，我们再回到疲倦的到底是身体还是心？当我们掉入了无力感，你开始觉得我什么都改变不了，然后掉入了无望感，不可能，不可能。各位，好了，就不要再给我任何法律的意见了。学士律师费花了200多万了，所以刚刚思维讲那个，我这几天正在讲，我觉得我们俩有心电感应，我就喷我们的律师。好，环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你帮学师把官司打赢了，拿了我200多万，我的钱1毛都没有要回来，跟医生把病医好，病人死掉的时候不一样。那天3审定谳下来，恭喜我，恭喜许医师、许太太，我们官司赢了。我心里想，对不起，我骂个脏话，干什么？对不起，我喝个水哈。我很早就跟你们律师说了，许医师打官司的目的不是要赢，是要钱要回来。结果你给我官司打赢的钱没要回来，有什么屁用？你拿了我200多万的律师费。但是各位，对不起，这件事情是许医师花4000万买来的一堂课，这堂课我要教给大家。我告诉大家，最后你们必须发现力量在自己身上。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找律师，我不是说不能依靠法官跟司法，我不是说不能找蔡英文总统，都可以。可是最后力量在谁身上？你们记得这件事，应婷也要记得这件事。许医师这一辈子的学习跟经验，因为我们太容易觉得我们有力量，去找民代、找立委、找谁陈情、找律师、找有利人士。许医师要告诉各位，在许医师心目中，有利人士就是你们，还有自己，懂了没有？如果我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那么我所学的身心灵跟赛斯心法就全都是个屁。所以当基金会营运长跟我说要找更有经验的，符合这个我们需求，对不起，没这回事，就是谁？就是你，没有这一回事。不了解心灵的工作人员我不要，难道再找回来之前那个吗？不是我要的，各位明白了没有？我要的是各位相信自己，我要的是各位每个人力量回到自己身上。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很辛苦，很辛苦，所有这些大老板都躲在后面。所有台面上的都是人头，你去找谁？你去找谁？各位，好，所以刚讲徐是得到一个结论，好，今天我是蝼蚁，就算我是蝼蚁，要踩死我之前，我也会咬你一口。对，好，但是不要误会，我们是充满了什么 ？Love and peace， 好不好？好 ，Love and peace， 好。所以我刚讲的无望感是什么？我什么都改变不了。好，然后我丈母娘就开始安慰我太太，安慰我，哎呀，没关系啦，反正你们也上了头版了，然后上了头条新闻了，好，也当做这个基金会跟徐医师个人的广告费。广告这个要死了，苹果还给我下一个头条，医生恨自己笨，被诈骗4000万，然后民视下的头条是名医气炸了，被奸商诈骗4000万。好，这也是我的错啦，因为那时候苹果要离开的时候。我就跟苹果说，没关系，你们尽量报，因为苹果一向是以煽情，什么火辣、露骨闻名我说许医师，这个没有在乎形象的，因为我们也是一种另类修行人啦，宁愿真不要善，宁愿真不要好，宁愿真不要对。我觉得真实才有力量。等一下我会继续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心会累？因为心没有为自己而活，心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心都在为别人活，当然累啊。各位，因为心没有在为自己而活啊，心都把力量给别人了啊。你半夜去盖你儿子媳妇的棉被干什么？你为什么半夜跟你男朋友去约会？你有病哦！你有病哦！各位，
心为什么会累？因为第一个，心没有真实面对自己；第二个，心没有勇敢做自己。这是我等一下要讲的重点。我要的不是别人啊，来，所以刚讲，那个无望感，觉得不可能的。好，这里我一定要，我把我昨天在那个新店上课的那个赛斯管顾的讲义也带来了。好，这里这段我一定要跟各位讲。这个因为昨天上课我觉得太棒了，因为这跟心的累有重大的关系。赛斯说，在赛斯书《健康之道》里面，生活品质是极为重要的，而生活品质很大的程度是依赖一个健康感跟自信感。各位，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生活品质不然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要干嘛？还有自信。当你对自己有自信心，你的生活品质就会好。虽然这种属性是在身体上的表达，它们也存在于心智当中。有一些笨重的精神信念会严重的妨碍身心的健康，它会妨碍心变得不纯粹了，它会妨碍心跟身变得混浊了，它会大大的让各位的健康损害。所以今天就要告诉各位，什么叫做笨重的精神信念？笨重。所以赛斯心法健康之道，让每个人去了解一个不好的信念跟不好的健康的关系。因为身体是心灵的什么？记得身心灵健康3大定律忘记了再跟大家复习一遍。第一个，身体天生是健康的，强大的信念，身体天生是健康的。第二个，身体有伟大的什么？自我疗愈力。这个是在我们的医学里面一直没有被强调的。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所以各位，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不管你有没有打疫苗，你不要把力量全都寄托在疫苗。台湾今天防疫做得这么好，是因为疫苗吗？是还是不是？你去问所有的医学专家，人家新加坡做的比我们疫苗好多了。新加坡现在呢？你台湾有比人家新加坡干净吗？你台湾有比人家新加坡卫生做得好吗？有没有？你台湾的疫苗普及率有比新加坡好吗？都没有啊。那为什么新加坡现在疫苗打那么多，现在疫情这么起来？为什么台湾疫苗打的比人家少，现在疫情防疫的这么好？为什么？不是因为台湾比较乱，因为新加坡是压抑的。来，学士在告诉大家，当一个地方的人民越能释放自己的能量，越不压抑，这个地方的人会越健康。各位，因为台湾是一个相对上讲整个华人地区最自由、最民主的地方，我们可以上街去喊蔡英文是猪，没事的，对不对？因为这是言论自由，不是泄露国防机密。对，台湾就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地方，是一个这么棒的地方，来给台湾鼓掌一下。因为你越不压抑，这个地方就不会有压抑的能量，不会有压抑的能量，它就会越健康。所以各位，你去看你周遭所有的人，一定是越不压抑的人越健康，但是越不压抑的人可能也最让人家头痛了所以不压抑不一定要很糟糕。我讲2件事好不好？这是2件事。越压抑的人一定越短命，各位绝无例外，因为能量不流动嘛，能量不流动嘛。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不好的信念跟不好的健康的关系。来，不过经由了解这些关联，个人能够重新体验一个了不起的、形形色色的一种精神能量。举例来讲，面对负面信念，没有一个人是无助的。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去快闪活动，与其说我们在抗议别人，吴宁说我们在抗议自己内在的无力感。各位，我们是在抗议我们内在的负面信念。我不是在对别人发出指控，我是在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接受我是一个受害者的信念，我不要接受我是一个无力感的信念。各位明白了没有？这才是真正的精髓。我还是要讲一遍，赛斯心法没有敌人，只有没有水准的人。没有敌人，只有没有水准的人。
同时我要让他知道你做的是错的，你做的是错的。你好好一个台塑的王文尧，你来做我这些事干什么？你来做我这些事干什么？你王家的名誉不要了吗？你王文尧3个字，你名誉不要了吗？各位，这个社会很多顺便呐，很多顺便呐，都躲在后面呐。来，我们再回到赛斯书，没有一个人是对负面信念无助的，他可以学会再一次的做选择，选择正面的信念，最后让你的正面的信念跟负面的信念一样的强大。来，各位，我们要讲对身心造成疲倦的最重要的笨重的负面信念是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要讲了，那就是任何糟糕的情况都会变得更糟。当你告诉一个人，这个人告诉你啊，没有用的啦，没有希望的啦，各位就是这个人。哎，大姐就比较偏这种，好，所以健康会比较不好。负面跟悲观，没希望的啦，你怎么跟人家斗嘛？人家是有钱人嘛，人家有律师团嘛。好，各位，你怎么跟人家斗？是啊，好，虽然许医师他们也是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各位，人家几十个、几百个基金会啊。你是医生，名医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的系统的名医几千个、几万个，你凭什么？听懂了吗？你高高在上啊，对啊，我凭什么？那些什么，所有的情况都会更糟。那个观念主张，任何的疾病都会更糟。所以为什么得到癌症的人要一天到晚复诊？为什么一天到晚担心复发？那各位懂了没有？因为这种笨重的信念就是，当你得到了一个疾病，你就一定会越糟，什么事情你都会把它想到最糟。所以当你就算是一个癌症病人，你治好了，开完刀了，化疗、放疗做完了，你就一天到晚在担心复发。那你不复发，宇宙不是对不起你吗？因为你的信念是什么？所有的疾病都会往更糟的方向走，更糟的方向走。是啊，事情不会更好。然后任何的战争最后都会导向毁灭。像两岸之间现在不是很紧张吗？可以，我告诉大家，保持信念，保持信念，正向的信念，平安的信念。来，各位，如果许是用白话讲一遍，当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了解赛斯心法，了解身心灵的观念，我们保持正向的信念。第一个，飞弹不会打过来；第二个，打也不会打到你头上，打别人头上，这样也不好了哈。各位懂了没有？听起来很白话，很没有水准，很没有知识，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因为耶稣也讲过啊，好，心中有爱的人，温驯的人将继承大地呀。在这个时代，保持正面的信念，保持正向的心情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时候在 COVID-19 流行的时候，其实是告诉大家，可怕的不是病毒，病毒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恐惧啦。可怕的是你对病毒产生无限的恐惧，这个恐惧把你的免疫系统全部摧毁掉了啦。我开个玩笑，以赛斯心法来讲，病毒有什么好可怕的？各位，就像开个玩笑，鬼怎么会可怕？人才可怕。这世界伤害你的都是人，哪里有鬼？那这同学被鬼害过的人举手，被人害过的请举手，多吗？听懂了吗？这世界伤害你的都是鬼还是人？人嘛，哪里有鬼？虽然那个人长得很像鬼哈，来，好，回到刚刚讲，心中保持一个正向的信念。你对病毒本身的恐惧无边放大，多少家庭不断的放大，不断互相加强。哦，你要怎样？哦，你要怎样？哦，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不断的放大恐惧啊！各位，那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啊！可怕的不是病毒啊！好，我一定要讲真正身心灵的观念。好，来，所以任何的对立跟战争都会导向毁灭，所有已知跟未知的危险、倒霉事都会被你碰上，倒霉事都会碰上。但是我如果回到赛斯心法，那各位就问我，徐氏你干嘛创造这种实相，碰到倒霉事？各位，因为第一个，徐氏很早就想带各位上街头了，我只是欠缺一个坏人来演这个角色啊。
因为我知道赛斯心法要走出去啊，一群人在那边舒适圈里面有什么用？各位，我们的团队要走出去啊。第二个，那时候许医师一直跟宇宙祷告啊，这个让许医师再出名一点啊，提升赛斯的知名度跟推广再上一个档次啊。其实我是不愿意的，可是为了推广赛斯，我只好牺牲啊。果然这件事就完全符合我的信念了。各位听懂了吗？果然这件事就完全符合我的信念了。对，那时候我就跟赛斯说，好，我又要提高知名度，可是我又不要被攻击，那你要保护我哦，用一个被保护的方式，好来提升知名度，推广赛斯，这下子可都实现了。一个被诈骗可怜兮兮的名医，谁还会攻击我？那些没有良心的，良心被狗吃掉的，良心狗吠的家伙，你再来攻击我啊！各位，这时候全台湾攻击我的就是良心狗吠的家伙了，听懂了没有？还有人在网络上喷我，说这个许天胜就是之前跟新北市卫生局这个什么纠众的什么信众，各位你们是我的信众吗？许是利用过你们吗？就侮辱你们的智商好不好？赛斯家族就是一盘散沙，每个各自独立啊，谁也不鸟谁啊！我就叫工作人员上去喷他。卫生局的事情最后是卫福部停许天胜医师，纠正卫生局，你为什么这样对人家许天胜？人家哪里不对？最后卫生局通过5街51号变成赛斯身心灵诊所。各位，卫福部纠正新北市卫生局，人家许天胜是对的，鼓掌。我出江湖做过什么坏事？我说过什么谎？没有，一句都没有。卫福部直接纠正卫生局，你不可以这样整人家，人家是对的，给他过，就过啦。有人在网络上讲这件旧事，我就跟他说喷回去。还有人在那边酸，这个医生这个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不知道 A 健保多少钱，说干。许医师赚的每一毛钱都清清白白啊！各位，我的诊所没有健保啊，每一毛钱都是民众为了自己的健康，觉得他想来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他不想吃那么多药，他想要从事更纯粹的身心灵跟心理治疗的部分啊。许医师每个病人都是带着爱跟感谢而付出他们的金钱啊。各位，我太太就跟我说，这个钱那些奸商要是拿得走，我告诉你，那个钱你会作怪啦！那钱那个钞票每一笔钱上面都写着大家的爱呀，写着大家的爱呀。各位，我就不相信这些奸商斗得过天道，斗得过天道，我不相信。好来，所以刚讲无望感，觉得不可能的，那觉得所有你想象到的已知未知的危险都会碰到，而最后人类的存在是灭种。很多人在预言未来啊，世界毁灭啊！你看电视上的电影，10部有8部都在讲世界毁灭啊。对啊，各位，赛斯说这就是最笨重的精神信念，而这些信念阻碍了身心健康，而这些信念让你个人的喜悦跟安全感通通不见了。来，各位，关键来了。最后让每一个人强迫每一个人就变成外在事件的不幸受害者，就像许医师现在这样，有没有？等到我爸爸死了，妈妈洗肾，坐轮椅骨折2次，房子没了，将近4000万没了。来，我是不是外在事件的受害者？是啊，可是其实不是啊。其实以赛斯心法，这是我创造的啊，这是我吸引的啊。因为日子也不能过得太舒适，我一天到晚告诉大家踏出舒适圈，有没有？我一天到晚告诉大家要打破惯性，有没有？我一天到晚告诉大家跟随内心的冲动，有没有？你看所有的报应都回到我身上了。对啊，老天就是觉得许天胜，你为什么可以过得这么爽？许天胜，你一天到晚教人家要走出舒适圈，你一天到晚告诉人家要打破自我惯性，你一天到晚告诉人家要跟随内心的冲动。现在你的功课来了
哎，果然这件事情让我踏出舒适圈哦。各位听懂没有？好，老天说你不能这样子哦。各位，天地为棋盘，我变老天的棋子了啦。其实我是我自己的棋子啦。事情要这样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可是很重要的是，所以这一次上街头，真正的主题是从自我意识回到心灵，回到内我。自我意识开悟解脱，而他明白了，他不想要当外在事件的不幸受害人。那个外在事件是什么？一个恶婆婆，一个重男轻女的父母亲，一个坏老板，一个会家暴的伴侣，一个不断会欺负你的一个人。这些外在事件是你买不起房子，你觉得自己活在人间很辛苦；这些外在事件是你从小到大你觉得自己的破碎的家庭。各位听懂了吗？所以学习要做的其实是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找回自己的力量。我真正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拿回力量，众生集体开悟，最后改变人类的命运。学识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可是因为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熟悉的圈子里面，一天到晚上一些身心灵的狗屁课，这是什么视讯课，什么你上这些没有，各位你上久了你会累会烦，听懂了吗？你没有素材了，你就在通通一直绕，不是讲健康就是讲家庭，不讲家庭就讲亲子，不讲亲子就讲婆媳，不讲婆媳就讲创造财富，讲这些屁话干什么？到明年的演讲主题都定不出来啦，不知道想什么啦。各位听懂了吗？他要跟着宇宙的能量往前走了啦，要跟社会碰撞了啦，旧信念系统要跟心灵的法则碰撞了啦，而对方代表的就是什么？旧的信念系统，旧的思维惯性，以为我有钱有权有势，我就可以碾压你，而我的心灵 say no not today。 各位，心灵的力量要起来的。心灵代表什么？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什么？神通。各位，我看到宇宙的轨迹把我带领到现在。好，所以这次许医师告诉各位，好，没事千万不要出门，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哈。所以刚讲，每个人变成自己是个外在事件的不幸受害者，那些事件是不顾他的意志跟意图就这么发生的，所以他就掉入无力感，他就掉入不快乐，他就掉入了很多的绝望。各位，我要讲重点，因为时间快到了。最后，我们其实假装没事，假装很好。好，包括这次发生这件事情，有个同学跟我说：“徐医师，你玩得很大哦，因为你的也算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啦哈。那你这次被诈骗，第一个说出来，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很傻？第二个，你又是身心灵导师。”这下子，如果事情也没有往一个很正面的方向，是不是你所带领的团队是不是这个推广赛事身心整个跟你沉默？我说沉默住在比利时，怎么会回到台湾来的呢？他说：“徐医师，你赌很大啊。”我说：“难道要徐医师假装没事吗？难道要徐医师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然后继续在台上跟各位上身心灵吗？”我做不到。我不是虚假的人，各位，我不是那些高深大德，听懂了没有？我不是。其实这辈子就是真诚跟真实。今天如果我欺骗各位，我凭什么当各位的老师？我凭什么推广赛事？我不会假装很好，假装没事，听懂了吗？所以昨天我太太还问我说你最近这样子，有些同学会害怕。我说害怕回家啊，害怕回火星啊。他很担心最近会不会上课的人变少，来基金会听课人变少。说少就回火星啊，太空船每10分钟出发一班，怕什么怕？各位，怕什么怕？我们怕了一辈子，我还要再怕吗？今天如果学识是这样的人，我假装很好，假装没事，我没有资格站在这里，我没有资格当基金会的董事长，我没有资格带领各位，对不对？因为我们假装了一辈子，假装很好，假装没事。我们离了婚，回到娘家，假装很快乐。
我们在学校分数不好，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亲，今天一切都很好。我们今天失恋了，擦起眼泪回家告诉父母亲，我最近过得不错。我今天被老板解雇了，回到家告诉父母亲，没有啦，是我自己不想做啦。各位，我们的假装难道还少了吗？小时候当父母亲吵架要离婚，我们第二天到学校去，还假装很快乐，还安抚同学，同学不要难过，父母亲吵架是常有的事。你变成人家的开心果，你变成人家的垃圾桶，你还会去当人家的咨询师。其实最苦、最假装的、最成功的就是你，叫阳光型忧郁症，懂了没有？我看所有青少年会自伤的，有没有拿刀子割大腿的？各位回到学校都假装的很快乐，没事，一切都很好，懂了吗？我们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假装。你假装久了，你当然心就累了。各位，你还要假装你一切都很好吗？你要假装一切都没事吗？我不想假装，我要发出怒吼，懂了没有？我要各位信任，回到信望爱，回到信望爱，发出怒吼，对不对？对。我们的所有忧郁症都是跟假装有关。各位，好，徐师最近对治疗的体会更上一层楼。我现在治疗功力，对，已经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到另外一个阶段，我真的讲实话。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对人的内心的那个了解跟体会更深了。好，所以你看，我们一辈子，就像很多夫妻，明明在家都不说话，看到朋友走过来就开始说话，在餐厅各吃各的，看到有朋友走进来就开始彼此聊天。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夫妻已经3年没有做爱了，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先生已经不行10年了。我一切都要假装什么？很好，假装很恩爱。来，是不是低流的？是不是？在假，假的永远不会变真的。从今天开始面对真实，好不好？来，我时间到了，我很快讲哈。赛斯心法跟随内心的冲动，什么冲动？爱的冲动、利他性的冲动，还有创造性行动的冲动。创造性行动的冲动，所以我要常常问各位：你有没有做最真实的自己？你有没有表达最真实的情绪？你有没有？从来有没有为自己而活，勇敢的做自己？你们常去问自己这一句话。好，那刚刚许医师讲，我们今天要办一个快闪，因为他本来要等到12点10分。说实话，我考虑到各位，我们一离开就要散场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也不签名，好，也不签名。那我刚刚想到一个部分，愿意跟我们到观光点的，每个人送一本志伟的新书。愿意去的哦，你拿了没有去，那是你自己家的事，我不管你哦。好，你要敢拿你就拿，已经花钱买的，再送你一本。愿意跟许医师，等一下我带头走，好不好？愿意跟许医师去的，每个人送一本自我的新书，基金会送，好不好？已经买的再送你一本。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结束，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传递正能量，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我们的内我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潜能打开，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而这10几年来，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读书会近2000场，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
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己的力量。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再次的谢谢你。